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来自东京的非常精彩的案例。讲到东京，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我想大概不外乎就是摩天大楼啊，人挤人的十字路口啊，一个标准的水泥丛林，对吧？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就在这座全世界最拥挤的都市之一，它的心脏地带其实藏着一条长达30公里、几乎没有人知道的绿色动脉呢？这可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哦，它背后代表的是一套完整的、颠覆了我们传统思维的都市保育战略。这套战略不只成功救下了一片极度珍贵的自然资产，更重要的是，它为全世界所有面临都市化挑战的城市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行动蓝图。好，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彻底看懂这个案例的精髓，我把今天的分析架构拆解成5个环环相扣的部分。首先，我们会一起来揭开这条东京隐藏版绿色动脉的神秘面纱，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会深入去探讨它当时所面临的看不见的都市危机究竟有多严重。再来，第3部分也是这次整个个案最核心的转折点，我们会看到网络的力量是如何从根本上化解危机。第4，我们会分析一个叫做 OCEM 的新型的保育模型。最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真正的挑战其实是在这一切看似成功了之后，才正要开始。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东京的隐藏绿脉。我们先来搞清楚这个藏在都市丛林里的无价之宝，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第一个关键数字就非常惊人，30公里。你想想看，30公里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在东京这个我们公认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都会区之一，竟然存在着一条长达30公里的连续不中断的绿色廊道。你很难想象，对吧？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城市的规划尺度来看，都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发现。而这条绿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国分寺崖线。它真的就像一条绿色的动脉一样，蜿蜒的、静静地流淌在水泥丛林之中。那这条绿色动脉，它的专有名词叫做该森，翻成中文就是河岸断丘。这是一个地理学上的名词啦，简单说就是几万年下来，河川不断冲刷侵蚀所形成的一连串像阶梯一样的悬崖地形。但更有趣的是，它在地人的称呼，当地人叫它 Hage， 这个词在日文里有刷出来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非常生动，它描绘了这片土地最核心的特征，就是那些源源不绝的地下涌泉，好像是从地底下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光是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的生态价值有多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条崖线想象成只是一片普通的绿地，它是一条活生生的走廊。它的范围横跨了整整9个不同的行政区，土地的所有权更是复杂，是由公园、企业的私有地，还有大学校园，像拼图一样交织而成的一块生态马赛克。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到成为许多东京稀有物种最后的庇护所，同时它也是野川的源头，可以说是东京的生命之泉。更惊人的是什么？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3万年前的史前人类遗址，这就证明了自古以来水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这条崖线从史前时代开始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照理讲，这么一个珍贵的自然资产，应该要被当成宝贝一样好好保护起来，对吧？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在不久之前，它其实一度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到底是为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分析当时同时汇集在这条崖线上的3大危机。这3个危机，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第一层威胁当然就是都市化。这个很直观嘛，随着东京的快速发展，周边的建筑开发案就不断地蚕食切割这片绿地，让它变得越来越破碎。再来，第2层威胁是疏于管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念要跟大家分享，在日本，很多像里山这样子的自然环境，其实是需要适度的人为介入去管理的，你不能完全放着不管。一旦缺乏这种协调性的管理，整个森林的生态就会开始衰败，生物多样性
也会跟着下降，而这就直接引爆了第3层的毁灭性危机。病害。当整片树林因为缺乏管理而老化衰弱的时候，一种叫做拿枯病的橡树枯萎病就开始大规模地蔓延开来，对整个生态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3个危机背后，真正核心的战略困境，其实是这句话所点出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大家没有意愿，而是整个系统的失灵。数十个所有权人就意味着零统一策略。你想想看，这片绿地横跨9个行政区，土地所有权人从地方政府、私人企业到大学通通都有，每个人都只管自己家门前的那一块地，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整体的保育计划。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协调失灵困境。3个和尚没水喝，大家都想做好事，但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问题来了，当你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协调僵局，传统的解决方法，像是政府下个命令啊，通常是没有用的。那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答案并不是一个更强硬的由上而下的命令，而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由下而上的网络。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也是整个案例最精彩的转折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你要怎么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团结几十个利益可能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单位？这是一个极度困难的管理学问题。你说要政府直接下命令吗？很难，因为很多土地是私有的。那要企业自己发起吗？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品牌形象跟获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全新的关键的角色登场了。这个关键的催化剂就是所谓的中介支援 NPO。在这个案例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非营利组织，一个是 Green Connection Tokyo， 另一个是 NPO Birth。 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中立的第3方的协调者。他们的核心策略，我认为真的非常值得所有管理者学习，那就是不去命令，而是去连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跑去画一个很宏大的蓝图，说我们来拯救地球。不是，他们非常务实的先去理解每一个利害关系人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而他们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对所有的地主跟管理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问卷调查。结果这个调查一做出来，哇，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数据显示，大家回报的4大共同挑战竟然高度重叠。排名第一的是安全管理，像是怕树倒下来砸到人，这占了 30%。并列第2的是环境保育跟公众教育，这2项各占了 25%。第4名则是觉得要跟别人协同管理很困难，占了 20%。这个调查结果的意义真的非比寻常，它用数据证明了，虽然这些单位表面上看起来目标各不相同，有的是学校，有的是公司，但在日常运营中，他们每天头痛的事情根本一模一样。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大家可以合作的共同基础。基于这个发现，他们很快地设计出一个叫做牙线自然与生活论坛的网络平台。这个平台的设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于它为每一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都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价值主张。比方说，地方政府最怕什么？最怕出事，最怕国赔，对吧？那这个网络就提供你树木管理的最佳实践分享。企业最想要什么？ CSR 跟品牌形象嘛。好，网络就告诉你，这里有一条路可以让你拿到国际认证。大学需要什么？研究跟教育的场域啊，那这整条牙线就变成一个现成的活体实验室。而公园管理者最头痛的预算跟人力问题，透过这个网络，大家就可以共享资源跟专业知识。这套设计真的非常聪明，它巧妙地把所有人的痛点都转化成了愿意加入这个网络的诱因。好，有了这个网络平台当作基础之后，他们就有底气去推动一个更厉害的保育新工具了。这个工具的思维模式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国家公园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新工具就叫做 OECM， 它的全名是其他有效地区保育措施。
在日本，它被称为自然共生地域，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认证。我用白话文解释一下它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不是只有划入国家公园才能叫做保育哦。我们应该去承认那些虽然它的主要目标可能不是保育，比方说它是一个公司的研究中心，但它却实质上达成了长期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育成果的区域。简单来说，它承认了保育工作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土地上发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转变。我们可以把 OECM 这种网络模型跟传统保护区的堡垒模式做个比较，你马上就能看出它的革命性之处。你看，传统的国家公园就像是盖座堡垒，通常是僵化的，由上而下的法规在管制，土地主要是国家的，而且很强调严格的保存规定，常常把人类活动跟自然隔离开来。但 OECM 这个网络模式完全反过来，它是弹性的、由下而上的管理，它承认而且纳入了私有土地跟企业土地，它关注的不是那些死板的规定，而是保育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它整合了人类的活动。这种弹性的模式才真正适合像国分斯雅县这样所有权复杂、人跟自然高度混合的现代都市景观。那这套做法到底有没有用？有，而且成果非常具体。在整个网络的推动之下，牙县内的2个关键大地主，一个是日立的中央研究所，另一个是国际基督教大学，都成功地取得了 OCM 的官方认证。这等于是在国际舞台上正式验证了他们这套网络协力模式的有效性，也为其他还在观望的地主树立了一个绝佳的榜样。不过，我认为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还在后头。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其实取决于拿到认证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重点来咯，这个认证绝对不是终点线，它反而是一条全新的起跑线。这句话我觉得完美诠释了他们的核心哲学。我们的目标不是拿到一张可以挂在墙上的证书，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支援系统。你看OECM 认证本身从来就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用来激发和巩固大家愿意长期持续投入保育行动的催化剂而已。而这个所谓的支援系统是非常具体的，绝不是讲空话。比方说，对于像日立这样的企业， NPO 会持续为他们的员工提供生物多样性的专业培训。对于像国际基督教大学， NPO 会跟学生还有校友共同开发生灵的再生计划。对于整个网络， NPO 每年都会定期举办论坛，来一起面对新的挑战。甚至在资金方面， NPO 也正在协助建立一个专门的保育基金。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网络是一个活跃的、不断在进化的生命体。讲到这边，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这个模式成功的关键。其实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不是硬体，是人。我们可以把整个系统看成3个部分。第一是绿地本身，也就是资产；第二是那些利害关系人，也就是拥有土地的那些人。但要让资产和人产生有效的连结，最关键也最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第3个部分，中介支援人员。这些专业的协调者才是真正的人才枢纽，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对的人、对的资源和对的绿地完美的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他们，这个网络根本就无法运转。所以在今天拆解的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一下。在你的城市里，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一条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隐藏的绿色动脉呢？而谁又能扮演那个关键的催化剂角色，去建立一个网络来保护它呢？东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不只是个梦想，而是一条确实可以实践的路径。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都市保育的突破口在于辨识出具有生态与文化价值的隐藏动脉。第二，面对所有权破碎化的系统困境，关键解方是由中介 NPO 发起的网络模型，它透过满足各方利益来取代传统的由上而下管制。第三
OECM 这类新兴保育工具提供了一种更弹性、更务实的认证路径，而认证后的持续支援系统才是确保长期成功的核心。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